現在請看看你的雙手，看看你手裡的手機，再看看你周圍的桌子和牆壁，你覺得它們是坚固的、真實的，对吧？但是如果我告訴你，你眼前看到的一切，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其實都不是连續的，而是像低畫質的古董電玩遊戲那樣，是一格一格拼凑出來的像素點。只要你放大到足夠近的距離，这個世界就會瘋狂卡頓，甚至完全違背你所有的生活常識。這絕對不是科幻小說，這是目前人類文明最堅如磐石的科學基礎。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那個把人類最聰明的腦袋折磨了100多年的東西——量子。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時間倒轉回19世紀末期，那時候的物理學家可以說是全天下最骄傲的一群人。他們觉得物理學這座大廈已經徹底蓋好了，宇宙就像是一個巨大又精密的鐘錶，一切都在預料之中。牛頓搞定了力學，馬克士威搞定了電磁學，熱力學也完美閉環。用最直白的話來說，就是只要你丟出一顆蘋果，公式就能精準算出它落在哪裡；只要你點燃一堆火，公式就能算出它會有多熱。沒有任何意外，一切都充滿了確定性。當時有一位極其權威的物理學界大佬，叫做開爾文男爵。他在一場演講裡驕傲地宣布，現在的物理學已經沒有新東西可以發現了，後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測量數據弄得多幾位小數而已。不過他隨口補充了一句，在物理學陽光普照的天空上，只剩下2朵小小的烏雲還沒有散去。當時的所有人都以為那只是2個微不足道的計算小誤差，一陣風就吹散了。但誰也沒有想到，其中一朵小烏雲最終會醞釀成摧毀整個人類常識的超級風暴。這朵烏雲其實是一個聽起來極度無聊的日常現象，物理學家叫它黑體輻射。別被這個專有名詞嚇到，我們把它想象成一個絕對不漏光，裡面黑乎乎的烤箱就好。在日常生活中你肯定見過，一塊鐵放在火裡燒，溫度變高的時候它會發紅，如果溫度再往上升，它會發黃，最後變成刺眼的藍白色。物理學家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找規律，既然溫度和發光的顏色有關係，那就肯定能寫出一個完美的數學公式來描述它。於是當時最頂尖的科学家紛紛出手，拿着他們用了幾百年百戰百勝的經典物理學理論去計算那個假想烤箱發出來的光和熱。結果荒謬的事情發生了，隨着計算的深入，得出来的結果簡直是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按照当时最嚴密的物理公式算下來，當烤箱裡的溫度升高，它發出更高頻率的光，也就是到了紫外線那個波段的時候，能量竟然會直線飆升到無限大。無限大是什麼概念？意思是只要你在廚房裡打開這個烤箱，它釋放出來的能量，不要說是烤熟一塊麵包，它會在一瞬間把整個地球直接蒸發，甚至能把整個宇宙炸得連灰都不剩。可是你抬頭看看窗外，世界好好的，鐵匠鋪天天都在打鐵，大家天天都在生火做飯，從來沒有哪個人因為烤麵包把地球給炸了。現實沒有錯，那錯的就只能是理論。這就意味着人類驕傲了300年的經典物理学，那些被奉為真理的公式在根基上爛掉了，整個物理學界徹底慌了神。這不再是解不出一道數學題的問題，而是你突然發现自己住了一輩子的房子，地基竟然是豆腐渣做的。這就是物理學史上大名鼎鼎的紫外線災難。面對這個眼看就要毀滅物理學的危機，一個名叫普朗克的德國老實人被逼到了懸崖邊上。普朗克是個極其傳統、超級守規矩的物理學家，他比任何人都熱愛那個充滿確定性的經典物理世界。他根本不想推翻什麼，他只想當個修補匠，把那個該死的烤箱公式給補好，
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裡，日以繼夜地嘗試各種計算方法。最後，他被逼得毫無退路。無奈之下，他在數學公式裡強行塞進了一個極其荒唐的假設。神奇的是，只要加上這個假設，公式算出來的結果就跟現實裡的烤箱一模一樣。地球終於不用再爆炸了。但普朗克看着自己寫出來的答案，不但沒有半點高興，反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和痛苦，因為他塞進去的那個假設完全違背了老祖宗留下的所有常識。他為了修補一個公式，親手砸碎了整個宇宙最基本的連續性。他到底做了一個什麼違背祖宗的決定？普朗克到底做了一個什麼違背祖宗的決定？為了讓你秒懂，我們先聊聊什麼叫做連續性。在普朗克之前的幾百年裡，所有物理學家都堅信，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是连續不斷的。就像你打開水龙頭，水流是平滑地流出来的，你可以倒出满杯的水，也可以倒出半杯的水，只要你手夠穩，你甚至可以倒出0.001滴水。在经典物理学的世界里，能量就像这流动的水，是可以无限分割的，你想分多细就能分多细。但普朗克在面对那個快要把地球炸掉的烤箱公式時，發現只要把水換成另外一種東西，地球就保住了。換成什麼呢？換成樓梯。想象一下你在爬樓梯，你可以站在第一階，也可以跨到第二階，但你絕对不可能停留在第一階和第二階中間的半空中，要麼是1，要麼是2，沒有中間地帶。普朗克硬塞進公式裡的假設就是這個。他認為烤箱釋放出來的能量根本不是像水那樣平滑連續的，而是一份一份、一格一格蹦出來的。能量有一個最小的，絕對不能再被分割的單位。普朗克給這個最小的能量單位取了一個名字，就叫做量子。這裡請豎起耳朵，因為這是整個物理學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很多人聽到量子這2個字，會以為它像電子、原子一樣，是一顆實實在在的微小圓球，是一種新發現的物質。完全不是，量子根本不是一種實體的東西，它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基本單位。打個最簡單的比方，你去超市買雞蛋，你可以買1顆雞蛋，也可以买2顆雞蛋，但你絕对不可能跟老闆說我要買0.3顆雞蛋或者1.5顆雞蛋，老闆大概会把你趕出去。在這個生活場景裡，1顆就是買賣雞蛋的最小單位，你不能把它切碎了交易。可以說，這1顆雞蛋就是雞蛋買賣裡的量子。普朗克就是用這種買雞蛋不能買半顆的邏輯，規定能量只能一份一份的釋放。因為有了這個最小單位的限制，烤箱裡的能量就不能無限疊加了，這就完美避開了那個會毀滅宇宙的無限大數值。聽起來是不是很聰明、很完美？但普朗克自己快要崩潰了。你仔細想想這背後的邏輯，如果能量真的是一格一格跳躍的，那這就意味着我們身處這個看似無比平滑、無比連續的宇宙，它的底層邏輯竟然是像老舊的電玩遊戲畫面一樣，是由一個個獨立的像素點拼湊出來的。當你把時間、空間或者能量放大到最微小的刻度時，一切都会变得一卡一卡的。這就好比你一直以為自己活在真實的世界裡，結果有人塞給你一個放大鏡，你低頭一看，發現地上的石頭全都是一堆方塊程式碼。對於普朗克這樣一個有着極強傳統信仰的物理學家來說，這簡直是奇恥大辱。他對外發表了這個理論，拯救了物理學的危機，後來還拿到了諾貝爾獎。但在他內心深處，他極度抗拒自己親手生出來的這個量子怪物。他固執地認為，這僅僅只是一個為了湊出正確答案而發明的數學騙局。現實世界絕對不可能是一卡一卡的。於是，在接下來的10幾年裡，這位被後人尊稱為量子之父的偉大科學家，
花了人生中最寶貴的時光，拼了命地想推翻自己提出的理論，試圖把那些一格一格的能量重新變回平滑流動的水，但他注定要失敗，因為他不知道的是，他親手打開的根本不是什麼數學工具箱，而是潘多拉的魔盒。就在普朗克還在瘋狂和自己较劲的时候，遠在瑞士首都伯爾尼的一家專利局裡，有一个每天坐在辦公桌前審查枯燥文件的26歲年輕小職員，無意間看到了普朗克的論文。這個頂着一頭亂髮的小職員眼睛一下子亮了，他一點都不覺得普朗克的理論是個騙局，相反，他看着手裡的論文，嘴角露出了微笑。他腦子裡冒出了一個比普朗克還要瘋狂10000倍的想法。他想，既然能量是一份一份不连續的，那每天照在我們臉上的陽光會不會也是被切碎的？如果光也被切成了一粒一粒的，那這個世界真正的模樣到底有多麼不可理喻？這個小職員的名字叫做愛因斯坦，他即將寫出一篇不僅能幫他拿下諾貝爾獎，更會把整個人類對宇宙的認知徹底撕裂的驚世論文。而光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即將引發一場物理學界長達300年的大亂鬥。難道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的光，竟然隱藏着足以讓人精神錯亂的秘密嗎？關於光到底是什麼東西，物理學界其實早就打過一場長達300年的大亂鬥。你可以把當時的科學家想象成兩派在吵架，一派的大哥是鼎鼎大名的牛頓，他堅信光就是一堆微小的粒子，就像你拿着一把機關槍，噠噠噠地射出無數顆發光的小子彈。另一派則認為光根本不是子彈，而是一種波，就像你往池塘裡丟一顆石頭，水面泛起一圈一圈蕩漾開來的水波。這兩派吵了很久，後來波浪派大獲全勝，因為科學家做了很多實驗，發現光可以繞過障礙物，還可以像水波一樣互相干擾，產生漂亮的條紋。你想想看，如果你拿機關槍對着牆角掃射，子彈是不可能自己拐彎打到牆後面的。既然光能拐彎，能像水波一樣疊加，那它肯定就是波，絕對不可能是實體的小子彈。全天下的物理學家都以為這件事已經蓋棺論定了，直到那個叫做光電效應的奇怪現象出現，把波浪派的臉打得啪啪作響。什麼是光電效應？我們用最通俗的畫面來想象。假設有一塊金屬板，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座堅固的城堡，金屬裡面的電子就是站在城牆上守衛的衛兵。現在我們要用一束光去照射這塊金屬，目的就是要把這些衛兵從城牆上打飛出去。按照波浪派的理論，光既然是水波，那它靠的就是不斷冲刷的能量。如果你用很弱的光，就像是海邊微弱的小浪花，你可能需要等上好幾分鐘，浪花不斷累積，最後才能湊夠力氣把一個衛兵捲走。但實驗結果極其離譜，只要你打開某一種顏色的光，哪怕這束光微弱到幾乎看不見，就在光照到金屬的那一瞬間，連1毫秒的延遲都沒有，衛兵直接就被打飛了。更不可理喻的是，如果你換另外一種顏色的光，比如紅光，哪怕你搞來10000個探照燈，把光調到最刺眼、最強烈的程度，照上3天3夜，城牆上的衛兵連動都不動一下，這完全說不通。如果光是連續不斷的水波，能量明明可以一直累積，怎麼可能強光打不動，弱光反而一瞬間就把人打飛了？這個時候，26歲的愛因斯坦站了出來，他拿着普朗克那份關於量子的論文，也就是能量是一格一格不連續的理論，對整個物理學界說了一句極其囂張的話：你們都錯了，光根本不是連續的水波，光就是一場傾盆大雨。愛因斯坦認為，光也是由極其微小、不可分割的基本單位組成的，他給這東西取名叫做光子。用愛因斯坦的視角再來看那個打飛衛兵的實驗，一切瞬間就清晰了。光
既然是一粒一粒的光子，那光照到金屬上，就不再是海浪冲刷，而是变成了极其粗暴的1对1单挑，一顆光子撞上一個電子，這就是一場實打實的拳擊賽。如果是紫外線那種高頻率的光，它的光子就像是重量級拳王，哪怕你只派出一個拳王過去，只要一出拳，瞬間就能把衛兵一擊秒殺，直接打飛。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弱光也能瞬間起作用。但如果是紅光，它的光子就像是刚滿月的小嬰兒，你派出1萬個、100萬個小嬰兒去撞擊衛兵，衛兵也只會覺得你在給他撓癢癢，因為這是1對1的單挑，能量是不可能把100萬個嬰兒的力氣加在一起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強烈的紅光照上3天3夜也沒有用。愛因斯坦用極其簡單粗暴的邏輯完美解釋了光電效應，他也因為這個發現後來拿到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請注意，愛因斯坦拿諾貝爾獎是因為光電效應，根本不是因為大家熟知的相對論。但你以為故事到這裡就皆大歡喜了嗎？真正的噩夢才剛剛開始。愛因斯坦證明了光是一粒一粒的子彈，可是過去幾百年那些證明光是水波的實驗，難道都是假的嗎？那些光會拐彎，會像水波一樣互相干擾的實驗記錄，可是實實在在擺在那裡的。面對這個矛盾，物理學家們只能硬着頭皮承認一個讓人精神分裂的事實：光這個東西同時具備2種完全不同的身份。當它在空間中飞行傳播的時候，它看起來就像是连綿不斷的水波，可是當它撞上什麼東西或者被我們測量的時候，它又瞬間變成了一顆顆堅硬的粒子。這就是物理學裡大名鼎鼎的波粒二象性。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好吧，光是個變態，它既是波又是粒子，反正光摸不着，隨它去吧。但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名叫德布罗意的法國貴族物理學家突然站起來問了一個把所有人逼瘋的問題。他問，既然光本來被認為是水波，結果卻被證明有粒子的特性，那麼反過來想，那些原本被我们當成絕對粒子的東西，比如構成這把椅子的原子，構成你身體的電子，這些實實在在的物質，會不會也像水波一樣，在空間中蕩漾？你仔細品一品這句話背後的含義。如果構成你身體的電子真的是波，這就意味着此時此刻坐在熒幕前看影片的你，你的身体邊界根本不是清晰的，你可能有一部分像水波一樣彌漫在整個房間裡，甚至飄到了大街上，這簡直是風言風語。為了徹底搞清楚電子這種構成物質的基本單位，到底是一顆實實在在的粒子，還是如同幽靈般的水波，物理學家們捲起袖子設計了一個實驗。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個為了尋找答案而設計的實驗，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把人類推向了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直到今天，100多年過去了，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依然在為這個實驗的結果爭論不休。這個實驗徹底摧毀了我們對現實世界的所有認知，甚至讓你開始懷疑這個宇宙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為了徹底搞清楚構成我們身體的物質究竟是實實在在的粒子，還是如同幽靈般的水波，物理學家們設計了一個被全人類公認為最詭異的實驗，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雙縫干涉實驗。在進入這個詭異的環節之前，我們先用極其簡單的生活常識來打個底。想象一下，你手裡拿着一把打氣彈的槍，站在一道牆壁前面，這道牆壁的正中間被挖出了一條直直的細縫。你閉着眼睛朝牆壁瘋狂開槍，大部分氣彈會打在牆上彈開，但總有一些氣彈會剛好穿過那條細縫，打到後面另一道白色的背景牆上。當你打完一整箱氣彈，睜開眼睛去後方檢查，你會看到背景牆上留下了一道長長的由气彈顏料組成的直線。如果我們在第一道牆壁上挖出2條平行的細縫，
再去瘋狂開槍，結果閉着眼睛都能猜到後面的背景牆上一定會留下2條漆炭顏料的直線。這就是世界上所有實體物質該有的基本表現。一顆漆彈要麼穿過左邊那條縫，要麼穿過右邊那條縫。那如果換成水波呢？想象你拿一盆水潑向那道有2條細縫的牆，水流穿過2條縫隙之後，會變成2道新的水波。這2道水波在半空中互相撞擊，互相干擾，2道波峰撞在一起，水花就變大；波峰跟波谷撞在一起，水面就变平。結果就是，當水波打到後面的背景牆上時，它留下的不會是簡單的2條線，而是一整排明暗相間的斑馬線。物理學上管這叫干涉條紋。記住這個簡單常識：打漆彈，牆上留下2條線，證明它是實體粒子；潑水，牆上留下一排斑馬線，證明它是波。好，一切準備就緒。物理學家們把這套裝備縮小到極限，把漆彈槍換成了專門發射電子的儀器。電子就是構成你双手、構成你手機、構成全宇宙一切實體物質的基本材料。科学家小心翼翼地把電子一顆一顆地射向那2道細縫，請注意，是一顆一顆射出去的。按照我們剛剛建立的常識，電子既然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就像極小的漆彈，那背景牆上最後理所當然應該出現2條線。可是當實驗結束，科學家們湊近一看，背景牆上的圖案，所有人當場驚掉下巴。墙上出現的根本不是2條線，而是一排斑馬線，也就是水波才会產生的干涉條紋。這怎麼可能？如果是一大把電子同時射出去，你還能勉強解釋說是電子在半空中互相撞擊，改變了軌道。但科學家是刻意一顆一顆發射的。這就意味着，當一顆孤獨的電子飛向那2道門的時候，它竟然在極短的瞬間變成了水波，同时穿過了左邊和右邊的2條縫隙，然後在半空中自己跟自己發生了碰撞，最後才打在背景牆上。一個實實在在的物質怎麼可能同時出現在2個不同的地方，甚至自己撞自己？這已經徹底顛覆了人類的邏輯。物理學家們簡直快要瘋了，他們發誓一定要抓住這顆電子作弊的證據，看看到底它是怎麼同時穿過2道門的。於是他們在有縫隙的那道牆旁邊架設了一台極度精密的探測器。這台探測器就像是一台超高速錄影機，只要電子從縫隙穿過，它就能立刻記錄下來，清清楚楚地告訴你，這顆電子到底是走了左邊還是走了右邊。一切布置妥當，科學家再次按下發射鈕，把電子一顆一顆射出去。就在這台探測器張開眼睛看着電子的那一瞬間，整個宇宙的規則突然改變了。探測器清楚地記錄到，電子老老實實地表現得就像一顆漆彈，要麼穿過左邊，要麼穿過右邊，絕對沒有同時穿過2條縫隙。當實驗結束，科學家再去看後面的背景牆時，那排像水波一樣的斑馬線完完全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2條清清楚楚的直線。這就好像那顆電子是一個極度狡猾的魔術師，當你不看它的時候，它就變成幽靈般的水波，同時穿過所有可能穿過的门，無處不在。可是只要你拿眼睛去盯着它，哪怕只是一台毫無生命力的探測器去測量它，它就瞬間收起所有魔法，立刻变成一顆普普通通的粒子，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這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熟悉？這簡直就像是我們平常玩的開放世界電玩遊戏。為了節省電腦顯卡的算力，當你操縱游戲角色背對着一座城市的时候，那座城市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一堆没有任何實體的模糊代碼。可是就在你轉頭看向那座城市的瞬間，系統立刻瘋狂運算，把高樓大廈、
行人和街道全都加載出來，變成你眼前無比真實的畫面。難道我們的宇宙也是一台為了節省算力而偷懶的超級電腦？難道一棵樹倒在深山裡，如果沒有人聽到聲音，它就根本沒有倒下？難道你看或者不看就能直接決定這個世界到底存不存在？這個驚天動地的實驗結果像一顆核彈一樣，把物理學界炸成了兩派。一派以来自丹麥的天才物理學家波爾為首，他們大方地接受了這個荒謬的事實，直接宣布，在這個微觀世界裡，所有的東西在沒有被測量之前，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位置，它們只是一種有可能在這裡，也有可能在那裡的幾率，是你去看它的那個動作，逼迫它從一團模糊的幾率，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物體。但另一派的大佬，也就是我們的老熟人愛因斯坦，聽到這種解釋後，簡直要氣炸了。愛因斯坦極度渴望這個世界是符合邏輯的，是有絕對規律的，他絕對無法忍受這種我不看月亮，月亮就不存在的荒唐理論。為了徹底擊潰波爾，證明這種不講道理的量子力學是錯的，愛因斯坦開始苦思冥想。很快，一場物理學史上最巔峰、最精彩的对決即将上演。而為了反擊，波爾陣營裡的一位猛將不僅沒有退縮，反而拋出了一個更加喪心病狂的理論，甚至還順手把一隻無辜的貓關進了一個既是活着又同時死去的恐怖箱子裡。面對波爾那種你看它，它才存在；你不看它，它就是一团几率的瘋狂言論，愛因斯坦徹底怒了。他覺得這簡直是對幾百年物理學傳統的極度不尊重。我們的世界怎麼可能是這種毫無邏輯，像一團迷霧一樣的東西呢？就在愛因斯坦準備瘋狂開炮的時候，波爾陣營裡站出來一位名叫海森堡的年輕人。他不僅沒有被愛因斯坦的氣勢嚇倒，反而拋出了一個更加喪心病狂的理論，徹底把宇宙的真實面貌砸得粉碎。這個理論叫做測不準原理，也有人叫它不確定性原理。為了搞懂這個讓無數人抓狂的原理，我們再來做一個極其簡單的思想實驗。想象一下，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夜晚，一條高速公路上正飛馳着一輛汽車，你站在路邊，手裡拿着一台測速照相機，想要知道這輛車現在準確的位置在哪裡，以及它準確的行駛速度是多少。你要怎麼做？你只能按下快門，閃光燈亮起，光子打在汽車表面，然後反彈進你的照相機鏡頭裡。在這個日常生活的尺度下，光子打在龐大的汽車上，就像是一粒灰塵落在你肩膀上，對汽車的速度和方向沒有任何影響。所以，你很輕易的就能同時得到汽車的準確位置和準確速度。但是，海森堡說，如果你把這輛汽車縮小到只有一顆電子那麼大，整件事情就會變成一場可怕的災難。為什麼？因為你要去看這顆電子，你依然必須發射一顆光子去撞擊它。可是電子實在太小太輕了，光子撞擊電子不再是灰塵落肩膀，而是像一顆全速滾動的保齡球，狠狠地撞上了另一顆保齡球。就在光子撞上電子，把位置資訊反彈給你的那一瞬間，巨大的衝擊力早就把電子一腳踢飛到了不知道哪裡去。也就是說，當你極其精確地看清楚了它剛才在哪的瞬間，你就徹底失去了它現在飛得多快的資訊。那你可能會說，我換一種極其溫柔、能量極低的探測波去測量它，不去狠狠踢它一腳，不就行了嗎？可以，但這又会引發另一個致命問題。能量极低的波就像是极其寬闊、模糊的海浪，它輕柔地拂過電子，雖然沒有改變電子的速度，讓你測出了速度，但因為海浪實在太寬太模糊了，你根本無法確定電子到底隱藏在這片海浪的哪一個具體角落。
這就是海森堡告訴全人類的殘酷現實。在這個微觀世界裡，無論你的科技多麼發達，你的儀器多麼精密，你永遠不可能同時知道一個粒子的準確位置和準確速度。如果你死死盯着它的位置，它的速度就會變得徹底瘋狂；如果你想要抓住它的速度，它的位置就會變成一团模糊的迷霧。這不是因為我們人類太笨，而是這個宇宙的底層邏輯天生就是殘缺的、模糊不清的。听到這種解釋，愛因斯坦陣營裡的另一位大佬，也就是提出過無數偉大方程的薛定諤，實在看不下去了。他決定挺身而出，用一個極其荒謬的笑話來嘲諷這種萬物皆模糊的荒唐理論。薛定諤說：好，既然你們說微觀世界的粒子是不確定的，是一团模糊的幾率，那我就把這種微觀的模糊放大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宏觀世界裡，讓全天下看看你們的理論有多可笑。於是薛定諤在腦海裡設計了一個可怕的封閉鐵箱子，他往箱子裡放了一隻活蹦亂跳的貓，接着他放進去一顆具有放射性的原子，這顆原子就像是一顆隨時會引爆的微型炸彈。根據物理規律，在1個小時內，這顆原子有 50% 的幾率會發生衰變爆炸，也有 50% 的幾率安然無恙。最後，薛定諤在箱子裡設計了一個殘酷的機關，只要原子一衰變，就會觸發一把鐵錘，砸碎一瓶劇毒氣體，把貓毒死。如果原子不衰變，毒藥瓶就不會碎，貓就能活下來。薛定諤布置完這一切，把箱子死死封住，然後他轉過頭，看着波爾和海森堡，問出了那個流傳100年的終極拷問：在沒有打開箱子去看之前，請問裡面的那隻貓到底是死是活？按照正常人的邏輯，貓當然要麼是活的，要麼是死的，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打開看一眼就清楚了。但是按照波尔那一派的量子理論，因為你沒有去看，那顆原子就處於衰變和不衰变同時疊加在一起的模糊狀態。既然原子處於2種狀態的疊加，那毒藥瓶也就處於碎裂和完整的疊加。順着這個邏輯推導下去，這只可憐的貓在被裝在鐵箱子裡，沒有任何人觀察的時候，它既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而是處於一種極其詭異的生死疊加狀態。它是一只 50% 死了又 50% 活着的幽靈僵屍貓。薛定諤丟出這只貓，本來是想當众打臉波爾，意思是，你們看看，你們的理論連一只貓的死活都解釋不清楚，難道全天下還有比既死又活的貓更荒謬的事情嗎？結果，波爾陣營的人不僅沒有感到羞愧，反而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大聲宣布：沒錯，在沒有打開箱子之前，這只貓就是既死又活的疊加態，是人類打開箱子去觀察的那個瞬間，才逼迫這只貓強行選擇了生或者死。這一刻，愛因斯坦只覺得一陣反胃，他極度厭惡這種充滿隨機性和幾率的宇宙。他留下了物理學史上最著名的一句名言：上帝是不會掷骰子的。他絕对不相信宇宙是由一堆掷骰子般的隨機幾率組成的。為了徹底拆穿波爾的理論，證明量子力學有着致命的漏洞，愛因斯坦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苦思冥想了很久。最終，愛因斯坦找到了一個自認為是絕對無敵的終極殺招。他聯合了另外2位頂尖科學家，拋出了一個極其刁鑽的邏輯陷阱，也就是後來震驚世界的 EP2 佯謬。愛因斯坦想借由這個陷阱向世人證明，如果波爾是對的，那麼宇宙中就會出現一種完全無視距離，甚至比光速還要快上幾千幾萬倍的魔法現象。而超越光速在物理學裡是絕對不被允許的，所以波爾必死無疑。愛因斯坦滿懷自信地拋出了這個致命武器，等着看波爾
身敗名裂，但他萬萬沒有想到，他親手打造的這個原本用來殺死量子力學的終極武器，最後不僅沒能擊潰對手，反而真的在全人類面前活生生地召喚出了那種極其離譜、近乎於心靈感應般的絕對魔法。而這個魔法此時此刻就真真切切地握在你的手裡。愛因斯坦拋出的這個終極殺招，也就是物理學界鼎鼎大名的 EPR 楊謬。為了不用一堆枯燥的公式把你劝退，我們直接用一個極其簡單的大白話來還原愛因斯坦到底發現了什麼漏洞。想象一下，在波尔的理論裡，有2個互相糾纏的粒子，就像是一對擁有極強心靈感應的双胞胎硬幣。我們把它們分開，一顆留在地球上，另一顆送上距離我們幾千萬公里遠的火星。在没有去看它們之前，這2顆硬幣都處於瘋狂旋轉，不知道是正面還是反面的模糊疊加狀態。可是，就在你拿精密儀器去看地球上這顆硬幣的瞬間，它被迫做出了選擇，當場停在了正面。接下來，最違背常理的事情發生了。就在地球上的硬幣變成正面的那一个極短的瞬間，哪怕火星上的那顆硬幣根本不知道地球上發生了什麼，它也會在一瞬間，連0.001秒的延遲都沒有，立刻被迫變成反面。2顆硬幣之間就像是有無形的線連着，達成了完美的同步。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糾纏。愛因斯坦指着這個推論大聲嘲笑波爾，他說，如果你們的理論是對的，那這2顆硬幣之間傳遞資訊的速度早就遠遠超越了光速。而在我的相對論裡，宇宙中最快的速度就是光速，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打破這個極限。所以，這種跨越幾千萬公里瞬間同步的現象，根本就是幽靈般的超距作用，是絕對不可能存在的魔法。你們的量子力學絕對是錯的。愛因斯坦覺得這2顆硬幣肯定是早在分開之前就已經偷偷商量好了誰是正面，誰是反面。就像你把一雙鞋子分裝在2個盒子裡，一個寄到台北，一個寄到紐約。你打開台北的盒子，看到是左腳，那一瞬間你就知道紐約的肯定是右腳。這哪有什麼心靈感應，這完全就是早就決定的常識。面對愛因斯坦的致命一擊，波爾也懵了，物理學界吵成了一鍋粥。遺憾的是，直到愛因斯坦去世，大家也沒能用實驗證明到底誰是對的。可是，就在愛因斯坦走後沒幾年，後來的物理學家們終於發明出了一種極其嚴密的測試方法。他們在實驗室裡真刀真槍地對處於糾纏狀態的粒子進行了無數次攔截和測量。當最終的數據報告擺在所有人面前時，整個物理學界徹底安靜了。實驗結果鐵證如山，粒子們根本沒有提前商量好，他們真的是在被觀察的那一瞬間，硬生生跨越了空間的限制，瞬間完成了感應。愛因斯坦錯了，那個被他嘲笑為幽靈般的超距作用的絕對魔法，在這個宇宙中竟然是千真萬確存在的。上帝真的在擲骰子。聽到這裡，你可能會長長地嘆一口氣，覺得這群頂尖聰明的物理學家簡直是吃飽了撐着，花了100多年就把這個世界從一個極其精確的鐘表變成了一團看不清、摸不透，甚至還自帶魔法的模糊幾率。這跟我們普通人到底有什麼關係？關係簡直太大了。如果不是這群死磕到底的科學家接受了這種看似荒謬的量子規律，你今天根本就不可能坐在這裡看這部影片。把高高在上的理論拉回現實，量子力學其實早就在你不知不覺中徹底統治了你的生活。科學家們正是利用了電子那種既是微粒又是波的詭異特性，才搞懂了怎麼控制電子在固體裡面的流動，最終發明出了半導體。沒有半導體就不會有晶片，沒有晶片
你現在手裡拿着的那台可以上網、可以看影片的智慧型手機，只不過是一塊毫無用處的廢鐵和玻璃。不僅如此，每次你去超市結賬，收銀員手裡拿着的條碼掃描器，裡面射出的激光，就是利用了愛因斯坦當年提出的光子理論。當你生病去醫院做檢查，躺進那台巨大的核磁共振儀器裡，那是科学家利用了原子核的量子自旋特性，在不切開你身體的情況下，把你體內的每一根血管看得清清楚楚。沒有量子力學，就沒有現代電腦，沒有網絡，沒有衛星導航，人類的科技就會永遠停留在燒鍋爐和造蒸汽機的時代。現在，讓我們再次低頭看看你的雙手，看看你手裡的智慧型手機，再看看你周圍的桌子和牆壁。沒錯，當你把它們放大到極其微觀的盡頭時，它們確實不再是堅不可摧的實體。這個宇宙的底層邏輯確實像是一個低畫質的像素遊戲，充滿了隨機、模糊和不確定。無論你多麼努力，你永遠無法精確預測一顆粒子的下一步會走向哪裡。但是，請不要對這個看似不講道理的世界感到絕望。你仔細想想，如果宇宙真的像19世紀的物理學家所堅信的那樣，是一台精密到沒有任何誤差的鐘錶，過去決定現在，現在決定未來，一切都在公式裡被徹底鎖死，那你的努力、你的選擇、你的自由意志還有什麼意義呢？正是因為微觀世界的這種不可預測，正是因為那份測不準的模糊，才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宿命。量子力学用100年的大亂鬥告訴我們，未來沒有被寫死，每一秒鐘都在坍縮出全新的可能。正是這份不確定性，構成了我們這個豐富多彩、生生不息的真實宇宙。你並不是活在一個虛假的幻覺裡，你只是活在一個充滿了無限可能的奇蹟之中。